各位棋友，今天我们继续讲解极进中兵精妙的棋局对弈。可以说，极进中兵这个对局的走法非常的体系庞大，而且它的对局也比较多。我们快速进入昨天的棋局分界点之处。这时候常规的走法都是平炮，红方平车，退炮，红方极进中兵，平炮，平车避让。选择乘势，红方再次冲兵，黑方发起反击，红方上马，黑方再次进卒。可以说卒七进一这个变化相对而言，后续的精彩演绎非常的多，也是极进中兵它比较精妙的之处。那么接下来走到这里之后呢，黑方主要意图平卒，准备吃马进炮打底象，红方抢先上马。黑方在这里前面我们讲过了，这个三路马它如果说退回去了肯定是不划算，想保的话也保不住。这里黑方有一个反击手段，就是车八进八，提前在这里埋伏，将来平卒既有炮打底象，同时还有平车过来，既抓炮又借助二路炮打马，可以说找回一点损失。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，接下来红方行棋，红方在这里很明显选择了先稳固后方，此时如果说上马吃的话，黑方立刻就平车过来，这个变化显然黑方也不占便宜。走到这里，黑方的正招显现出来的就是象三进五，这也是黑方比较顽强的一个对抗。红方上马吃掉马，黑方接下来前面我们讲了上马的话，五步穿草马显然是一个上当的走法，它比较好的走法就是车一平三，先稳固一下自己后方的阵型。红方只好选择回马，这也是迫使红方这个马退兵，退掉他进攻的威胁力度，接下来再次反击。那么好了，走到这里之后呢，我们前面演绎了黑方马七进五的变化，这个变化显然黑方不占什么便宜，当然也有马七进八，形成一系列的五步穿草马。这里前面几局都介绍到，有提到这个变化，显然红方的走法杀招非常的精彩。本局棋我们继续看黑方，他比较顽强的走法，他又有车三平四，当然还有平卒。本局我们继续看他出贴身车，那么走到这里之后，接下来红方行棋，红方又该怎么走呢？这里又是非常关键的点。红方在这里走了一步棋，显得非常的轻巧，士四进五，目的很明确，你这里将来就没有闪击打象，来一个先手将军。接下来黑方他有几个进攻思路呢？比如说进车还是进车底线呢？这里又得分两个变化了。首先我们看比较精彩的车四进六，这一步棋很明确，既形成一个兵临线封锁，当然呢也是将来摆卒，然后进炮。当然在这里接下来红方选择平炮避让，目的车九平八，想要快速出车，借助出车的先手抓炮，黑方平卒。这里很明确，进炮要打底象，红方先不管，出车抓炮。那么这里很明显，你进炮打底象的话，这里显然单车炮没有攻杀，反而这个二路炮要采取一定的措施。如果说炮二退一的话，结成担子炮，但是他就没有了进攻。那么在这里黑方选择进炮封锁，现在车炮卒，三子一线形成一个防守线，可以说深入红方的阵营。好了，接下来大家看看，如果说你是红方的话，这里只需要走一步棋能够破坏掉他的阵型，也是本局棋比较关键的走法，选择兵九进一。进炮就是来打一个串，此时黑方抢先下手，进炮先打掉象，形成了一定的威胁。那么接下来红方进炮打，现在很明确，你这个炮平炮闪开的话，炮打掉车，走炮丢车。如果说退炮的话，那显然这个炮丢了，炮走开的话，
进车下底线的话，底线不保，那没有办法，黑方在这里采取了一个弃子抢攻，心想这里你平炮打车，我平炮打掉士，既破掉你的阵型，来一个先手将军，同时还反打着你这个车，看起来也挺不错。好了，本局棋就呈现出了红方走得非常精妙的一招，这一步棋可以说鬼才思维，非常的值得我们学习。大家看看，品车4平2，直接来虎口陷车。那么现在黑方怎么办呢？你如果说车平开的话，这里很明显，那他先炮打你的车，你这里就没有这个进攻的棋，车也不好躲在这个角落里，只好选择退车先吃掉。因为你不吃，现在很明确啊，这里炮打着你的车，红方平炮打掉，形成一个交换。实际上黑方在这里采取对车的话，他也是有一个顽强的想法，选择平炮到边路，接下来进车，这里是有一定的抽将。然而他这里选择平炮，实际上我们返回来，这里他能不能逃炮呢？实际上现在黑方炮在车口，马在红方的马口，两个子是必定会丢。如果说想保留实力的话，显然是不太实际。与其如此的话，还不如弃子抢攻。那红方进车吃掉炮，这时候黑方也是走的比较凶猛，进车果断一将军，红方选择退士。接下来如果说逃马的话，显然这里阵型上面黑方亏失的比较大，他就选择了进卒，目的很明确，再次进卒的话，平车砍底士就是个杀棋，看起来很不错。实际上在这里黑方棋差一招，我们就看看红方如何快手入局呢？这里很明确，红方他有几个走法，直接上马吃掉马。现在黑方该如何抉择？进卒的话是进攻准备绝杀，平卒吃炮，还有退士进行防守。首先我们看进卒进攻的变化，如此演绎的话，很明确，平车砍士就是杀棋。但是红方在这里先人快手一步，进车一将军只能退士，再次平兵一将。好了，这里很明显他不能飞象，你这个象飞到哪里都是平炮，重炮杀棋，也只能士6进5。此时平车砍士，这里正好摆兵的话，形成了前兵后炮，照应前方这个车，形成典型的铁门栓杀棋。所以说这个走法非常的顽强，而且也非常的迅速。好，我们在这里摆回来，我们依然回到这个局形。那么显然黑方进攻的话，红方是快手入局。那么他还有第二个思路，就平卒吃掉炮，当然还有第三个思路，退士。如果说在这里平卒吃掉炮的话，很明显飞象吃掉卒，那这里你即便是退车回来抽的话，也只能抽到一个马。将来子力兑换完毕之后，红方是车马炮，黑方是单车炮，显然是不够杀。红方兵力比较强盛。我们再次摆回来，那由此可见进攻不太成立，平卒吃炮也会落入败局。与其如此的话，先来一个退士防守，将来也好士6进5转换阵型。但是红方在这里还是有比较顽强的手段。那么此时红方很明确，平兵，这里一将军，那你吃卒吃炮的话和先前相差无异。飞象也不行，这里有重炮杀，只好选择士6进5，这也是转换阵型，防止红方进车底线。那么好了，走到这里又出现了神之一手，大家看看站在红方的立场如何快速入局呢？这里咱们就直接走出来，上马踩着中士，可以说破士入局，是急进中兵非常精妙的残局手段。那么现在你如果说再次进卒的话，
准备攻杀，但是红方这里回马一将的话，就快人一步。这里很明确，这是一个典型的钓鱼马，把黑方老将形成一个定位。现在炮将的军象飞开的话，重炮杀，选择称势的话，进军底线，铁门栓杀。所以说在这里非常的精妙。好，我们返回到这里。当然，在这个阵型变化之下呢，先前当红方上马踩掉中路这个士的时候，黑方他比较顽强的就是平卒吃掉炮。当红方飞象吃掉卒的时候，黑方称势吃掉马。这样的话，如此交换，黑方是采取一卒换得红方一个马炮，显然还是比较划算的。但是接下来大家也会发现，红方依然是车马炮，包括前方这个兵，黑方是单车炮，显然是攻杀无力。即便是你现在退车抽，也抽不到什么子。显然在这里红方是一个胜局。由此可见呢，红方急进中兵这个阵型可以说非常的精妙，而且杀法手段攻杀凌厉。好了，棋友们，今天的棋局就为大家先分享到这里了。